多话了，多说了一些。那我们想说，最重要其实是他们3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对于一个创作者他在23岁就开始他的第一本书的时候，完全不受到重视。莉丝白的Michael 的父亲看到他的作品，然后觉得这个作品实在太好了，然后开始来介绍他，替他出第一本书那个怪小孩之后，然后就立刻获得大奖，然后后续的这30年他不停的创作，然后为我们出版了这么多的好书，看到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精彩的作品。特别是我希望各位如果听完这场演讲，一定要去看我们华山的这个展览，因为你会看到他真正的原作作品真的非常的精彩啊！那我自己也是因为看到他的原作很受到感动，所以才希望在台湾为他办这个展览。好，那我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由他们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大家好，我是 PPaper 的 Ivy。今天我扮演的角色呢，其实就是代表所有的读者，尽量把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面发问出来。像我自己本身，我是也写字的人，我是写故事的人，然后我办杂志，我也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就是我有小朋友在家里，然后我也希望替他选择书籍。所以今天所有在场的人，如果你是想要成为一个插画家，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替你的小朋友选择一些读物，或是你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在今天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尽量提出你想要发问的问题，然后融入这个角色里面。插画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领域，我们都非常的好奇，身为一个插画家是怎么样开始这一切的。所以由我先来开始代替大家发问一些问题。他是从维也纳长大的。那像我们台湾人，我们对维也纳的了解就是音乐之都，都比较知道的是维也纳合唱团。那插画或是童话在这个城市的成长是大概怎么样子？我们想请教Lisbeth来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跟他自己生长背景的关系，怎么会让他成为一个插画家？Tried to work in other countries. I have at least imagined working in Australia because I sometimes travel to Australia, and I just can't imagine that the pictures would look like they do now, that my pictures would look like that in
1900年开始从20世纪之初一直以来都发展出了非常特别的艺术文化。那在20世纪之初的时候，那时候维也纳手工艺的一个运动浪潮非常的兴盛。那时候有许多的艺术家呢，他都发展出了非常特别的一种装置艺术，一种非常特别的材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态都在那时候出现了。那当时有2位艺术家，一位叫做克林姆特，另外一位叫做希勒，尤其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的创作历程。那对我而言呢，维也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城市虽然我在其他的国家待过，比如说我在澳大利亚就待过一阵子的时间，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在澳大利亚创作的话，我的作品会长成什么样子，应该是跟我现在作品会非常不一样。谢谢，非常好。那我想要继续问 Lisbeth 一些问题，因为像我自己的小孩，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开始画画。我相信非常多的人的家里，我的小朋友也是，父母不太希望他看电视的时候，就叫他去看书或叫他去画画。每一个小朋友都会画画，我的女儿也非常的喜欢画画。但是我相信 Lisbeth 小时候也非常的喜欢画画。那一个喜欢画画的小孩，或是成长到一段时间，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你的心中或是你的思维里面，大概突然会知道，我将来就要成为一个画家，因为这个是好像非常模糊的一个界限，所以想要知道像 Lisbeth 后来这么的成功，他在小时候是怎么样知道自己将来长大是可以成为一个插画家的？This is not very easy for me to answer because really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I grew up. So I always was in that position like your daughter to draw like a child. Even when I went to art college, I was not very I was not ambitious at all. I just drew like any child, and my mother took it into her hands and made me meet Michael's father, who accepted my work, and then maybe slowly I realized that I was becoming an illustrator, but I had not planned it.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我花了蛮久的时间才真正的长大。对我来说，我的创作过程一直都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像是一个儿童一样的创作过程。即使我在大学念艺术的时候，我还是对我的未来感到非常的不明朗。那我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比较没有所谓雄心壮志的人，就只是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一直在作画，很开心，就这样子而已。那后来是在我父亲的介绍之下呢，我认识了 Michael 的父亲。Michael 父亲也非常赏识我的作品，所以帮我出版。那基本上我成为一名艺术家的过程是有计划的，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其实这里我也要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其实Lisbeth 她是你可以看到她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慢，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慢。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在的一个艺术创作者，她在她的世界里，她去思考她的作品。他完全其实不太管外界的事物，所以他其实可以看到他的作品风格非常的内敛，非常的细腻。你们仔细看他所有的那个细节，非细到让人觉得很感动。一件作品可以看很久，其实就像欣赏他这个人一样，他非常的优雅，然后非常的觉得有点像古人，不太像现代人的感觉哈。那其实我昨天有一位记者问到我一个问题，让我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我后来有在跟他们问了一下，就是因为莉丝白他是那个安徒生大奖的最年轻的得主，他38岁的时候就获得安德森大奖。安徒生
生大奖。那其实安徒生大奖，它其实是颁给最高成就的一些有名的这个插画家。好，那他在38岁的时候，其实他的Michael 有跟我说，就是他34岁的时候就被提名了，可是评审委员觉得他太年轻，不应该得34岁就得终身奖，那后面怎么办呢？所以又等了4年之后，在他38岁的时候才颁给他。那他也至今还都是就是安徒生大奖的最年轻的得主。那其实我一直就是很想问这个事情，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好奇，就是说Michael 跟那个李思白，我想他们都可以来说明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大奖对他作品的一个肯定，然后还有他的整个的一个创作风格。其实你们如果去看展览的话，可以从他的早期的作品，一直到他后期的作品的那个风格非常的不一样。其实很多的插画家，他大概就是一个风格，可能就是只是主题的变换而已，但是他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一个作品的风格，然后每一个事情有他很明显的一个风格跟他的一个创作的用色的那个细腻度。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2位来说明一下？我们非常的好奇。Yes, in fact,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The award had a big effect on me. I think there might have been a discussion before I received the award whether I deserve it. Isn't that true, Michael? I think there wa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think they only gave it to me because I had changed my style just before I received the award. I think, remember it was Bill Oil speaking. Well, I do. Hello, good afternoon, first of all. I don't quite remember because I'm an old man now, but I do remember how when you were nominated the first time, everybody realized t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to illustration by a young artist who is very sort of old-fashioned in illustration, and lots of people loved her work. And when the award was announced, the audience seemed to be quite disappointed. And I also do remember when we were quite upset, and we were. You probably didn't realize that, and then we complained or asked the jury, and they said, no, she's too young. This is an award for a lifetime achievement, and we would like her to do many, many more illustrations. And when she got the award, I think 4 years later, Lisbeth said, now I'm relieved, and now I can work freely. I remember that. Yeah, that's true. And then I think that your style changed a lot since then. Yeah, it happened to me somehow. I thought, now I can do anything I want. I've got the award now. What can happen? So, and it was quite the opposite effect it had on me than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2 people received the award, a writer and an illustrator, and the writer had writer's block afterwards. He thought there was so much pressure on him now that he had received the award, and with me it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Lisbeth 他刚刚说他那时候在评审在讨论他应不应该得奖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番讨论的。那最后Lisbeth 他自己是觉得说，他唯一一个能够获奖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那时候的他刚好在艺术创作上面改变了创作的风格。那 Michael 补充说，他其实有点忘记了，因为年纪大了，记性比较不好。但是他还记得那时候Lisbeth 被提名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这么年轻的艺术家受到这样的一个殊荣，能够在这个大奖上面受到提名的这个待遇。那尤其是当年的这整个插画界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老旧、比较封闭的一个艺术领域，所以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有很多人支持 Lisbeth 的创作。那最后在第一次提名没有落马之后呢，很多人也都觉得非
常失望。那时候 Lisbeth 和 Michael 两个人都觉得心里是有点失望。然后我们在和评审抱怨之后，评审的说法是说，因为 Lisbeth 实在是太年轻了，才34岁而已。那这个奖项是有点像是终身成就的奖项，那所以希望 Lisbeth 可以继续的在创作下去，看看有什么更多的发展。那在4年之后呢 ，Lisbeth 也获得了这个奖项。那对 Lisbeth 而言，这个奖项其实让他获了这个奖，就有点像心头的大石头落下来了一样。那在得过这个奖之后 ，Lisbeth 他的风格也有所改变。那这个奖对 Lisbeth 本人的影响呢，其实和当初因为这个奖其实一共颁给2个人的，一个颁给作家，一个颁给插画家。那这个奖的影响对那个作家的影响呢，让他反而因为压力太大，陷入了一个创作的瓶颈。但是对于 Lisbeth 却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反而能够更继续的去自由创作。May I say something to awards?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think if you get an award, you're really good, and that's not the point. I think every illustrator should do, oh hi Arnie, every illustrator should do the work the way they feel, no matter whether it's recognized or not. And there is a famous saying by an Austrian philosopher who said, do what you like and always enjoy what you're doing. To be liked by many could be very bad. 很多人觉得得奖是对自己的成就的一种肯定，但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有时候艺术家就是应该继续的去创作，不要去管外界的眼光。像奥地利就有一位哲学家就曾经说过，大家要做是要做自己所爱的事情。有时候如果去想办法讨好外界的话，反而会有不良的影响。好，其实大家都听到，我觉得很令人感到非常的敬佩的地方。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很多人得了奖以后，其实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得奖是一个票房的毒药，很多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艺术家或者是电影导演，其实都会有这种被那个奖的一个光环给箍住，可能就从此就会风格一成不变啦，或者越走到死胡同，很多东西就走不出来。但是对Lisbeth 来说，它反而是一种解放，反正得奖了以后就不用再管它了，它反而它的后来的作品变得更亮丽，更呈现他自己。他早期的作品还比较受一些他前面的一些前辈的影响。那从这个他之后他走出来的颜色，不管是色彩或细腻度，完完全全就是属于莉丝白的风格。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的，就是这个 Michael 他这个书商这个出版社跟莉丝白他这样子常年的一个合作关系他的父亲发掘了莉丝白的才华，那他延续他的父亲，继续跟他合作跟他的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为他出了这么多的书然后行销到全世界，那让大家能够看得到。那其实我自己很感动，就是我们这次办的时候也有一个超级大粉丝那我这里不好意思说他名字，因为他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这位粉丝呢是只要有他的展览呢，他就飞飞机去到那个国家去看他的展览，然后收集他所有的书、出版品，甚至是商品。然后他还这次一直不停的告诉我说，叫我要出月历，因为他的月历呢每一个月都可以收，所以是一个很棒的商品。然后那其实我们后来才发现，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默默一群真的对他的作品这么着迷的一些粉丝。那当然这些也归功于就是Michael 跟他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其实需要有伯乐来为他们铺这一条路，让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够被更多人欣赏到。所以我很想Michael 跟莉丝白也跟我们谈一谈他们两个人长期这样子合作昨天他有讲有苦的有苦的跟甜的一面，那我想说这个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Yeah, this is absolutely true. Michael is my wonderful publisher. I'll be always and eternally thankful to him. I have
of books with other publishers, and to be very honest, these other books are not particularly aesthetic and never got me anywhere. It's due to Michael that I'm here, that I'm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to be very honest. This is all the other publishers I have dealt with have really tried to get me anywhere or to get themselves anywhere. They haven't been as ambitious as Michael. And of course, looking at his books or my books, our books, they are very elegant, I think, and he always chooses the right type and typefaces, yes, and I always can trust him, and he will do the best out of my pictures. 对我来说 ，Michael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出版商，所以我再一次想要对 Michael 表达我诚挚的谢意。那在早年我创作的历程当中，我也和其他的出版商合作过，可是那些出版商帮我出的书并不是特别的精美，那对我个人的发展还有我的艺术的发展也没有特别的有帮助。所以再一次，我还是想在这边再谢谢 Michael 对我的照顾。那 Michael 做出来的书都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而且他每一次都能够选择对的字型，所以我也非常的信任 Michael， 觉得他真的是最棒的一位出版商。Well, thank you, Lisbeth. This was really an homage. I almost blushed because you said so many nice things about. But you can't make him blush easily, so don't worry. You're not supposed to say that not openly to such an audience. No, but let me thank you. It is, of course, wonderful, and I feel very lucky and privileged to have artists like you in our company. And once you spotted a talent like Lisbeth, and as you heard, my father originally did, and I'm awfully grateful to him that he did pick you up, and then I was able to continue. You were always loyal to my little company. And when you have an illustrator more or less exclusively, you're obviously prepared and entitled or encouraged to do more for that illustrator than if the rights or the books are scattered to many different other publishing houses, because every individual publishing house would say, well, why should I promote this artist myself if the others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it eventually? So I just feel very, very lucky and happy to have you with us. And I'm also happy that I see so many countries. I'm a kind of gypsy. I love to travel. I come to Taiwan once or twice every year since 21 year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came here. I come to Taiwan, and this is a wonderful country, and you're very lucky to live here. And you can see so many friendly, polite, and kind people, very warm heart one feels to be in Taiwan.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Lisbeth 对我的盛赞就是讲到我都有点要脸红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人。不过对我来说能够有 Lisbeth 这么好的一位艺术家，能够在我的公司底下和我签约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荣幸，真的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也要感谢我的父亲，当年是等于说是 Lisbeth 的伯乐，能够看到 Lisbeth 的才华，那也因我父亲的关系，我们两个人合作呢才能够这么的长远，这么的稳固。那我也想要感谢 Lisbeth 长久以来对我们公司的奉献一直以来，虽然我们是一间小小的公司，可是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打拼，尤其是在出版方面都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那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四处旅游，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游牧民族，像是吉普赛人一样。像我来台湾的一年至少都来一次、两次、三次都有可能。那我第一次来上一次来，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在21年前就已经来过台湾了。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非常的喜欢台湾这块土地，觉得人民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有人情味。我问Michael。
销自己的作品。那很多艺术家或者表演者，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杰出的经纪人，或是帮他做一些他的职业上的规划。所以我想请问Michael，身为一个插画家的像是经纪人或是出版商，他是要注意哪些事情在这方面的行销啊、经营啊，怎么能让这个插画家的东西能够维持他原来有的艺术气息，但是又能够在商业上面是有很好的成绩。Thank you for this, I think,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I think considering or thinking about my own business, the way we do it is, first of all, I didn't study business or anything related to business. I love my work and I'm very happy what I'm doing. I studied art, and art is what makes me happy. Good art, quality. And then once you got the art or you developed the book, you're obviously so excited about it, and it's like one of your child. And then it's easy to promote it. And as I told you, when you're traveling a lot and you see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I have been in this business since I was 14 years old, you meet so many people. A lot of people who started very small in publishing as editors, who are now CEOs of major companies. And all this in combination makes it rather easy to find partners in individual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ell the rights to. But in my case, as I said before, I love what I'm doing, and when you like that and you're behind it, then you sell it with much more enthusiasm than just the product. It's not the product. Something, part of ourselves. And this is also the way we create books. We create them together. It's not the illustrator's books, it's not the author's book, it's not the publisher's book, it's our book. And that's what we are proud of. And that makes it so, I think, why we are so successful, because we believe in what we are doing. 谢谢胡小姐这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个人以前没有商业学习教育的背景我以前大学念的是艺术，那我非常的喜欢艺术，尤其是高品质、非常美的艺术是我最大的兴趣。那对我来说能够把这些艺术做成书本，把它卖出去，这些书本就好像是我自己的小孩一样。那因为就像是我自己的小孩一样，推销起来、行销起来，当然就能够做得比较轻松、比较容易，也比较有热情。那我第一次在这个出版业有涉猎呢，是在我14岁的时候。那也因此呢，我一路下来认识了非常多的人。这些人当年可能都是出版商出版公司里面的小小的编辑，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他们也慢慢的现在成为各大出版商的 CEO 了。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有人脉。那要在谈版权的贩售还有其他合作方面的时候，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那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那因为我喜欢的工作，所以行销起来当然就可以怡然自得。我觉得我们的产品不只是产品而已，而像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一样。一本书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它不是属于插画家的，不是属于作者的，也不是属于出版商的，它应该是一个所有人共有的一个产品。好，那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其实我们最重要能够请到3位在这边，那我想让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其实对于插画或者说对于创作，或者是说对于这么精致的这个童书的一个出版他们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分享跟建议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讲一下，然后待会就开放给大家来问问题那其实我比较希望他们Michael 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也因为是 Michael 的关系，让我发现到李斯白这么精彩的这个作品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纯艺术、当代艺术，但是也因为看到他的作品实在太感人，实在让我忍不住就是一定要办这个展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那我也想说，他们做个结论，他们21年前第一次来台湾，然后
21年后再度到台湾，然后这21年他所累积的作品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他更多的作品。然后 Michael 这21年来他真的出的书非常的精致啊，那也分享一下。然后那个志怡这边啊，他作为一个这么台湾这么重要的一本杂志啊，那他们在于文化艺术上面的推广，那我们请他简单的讲一下，然后之后就开放给大家来问问题。那我们谁先要先开始讲一下？好 ，Michael 从 Michael 开始。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I said almost everything. We love what we are doing, and hearing and listening to what you said, Yuling, it's the same thing. When we've met, you just enjoyed the work, and you enjoyed what you saw. We also have other artists, not only Lisbeth. We have quite a few. We have 3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winners on our list. But, well, as I said, when you saw what we are doing, you liked it, and that's it. It's this enthusiasm behind it. Say, oh, I want more people. I want many more people to see and share the joy of the work. Isn't that why you're doing it? It's not for the business. No, not at all. We are so it's lucky. Just because we're friends, and then you show me something, and I was like eye-catching. I couldn't take on my say, wow. Oh, by the way,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is to Taiwan. And, It's a pleasure. I'm extremely thankful, and that you've done such a wonderful job Yes, with the and exhibition. you I'm and really your proud team. of it and enjoyed it so much. But it's my pleasure. I really want to share it with others that everybody can really see your work and then enjoy your work. And I hope this is not the last exhibition you're doing. No. Now I'm a businessman, you think, but it's not. We really have good works, wonderful illustrators. We have Japanese illustrators, we have Korean illustrators, we have illustra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are open to illustrators from Taiwan. So if the right artist comes or illustrator comes and we like him, we often don't know why we like something. It's again, love it I first. think you're such an excellent talent artist, recognizer. You are such.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说看到他旗下的艺术家，就是插画家，真的都非常的棒哦。他每次给我看，说哦好想办他展，好想办，但是我不能再看，因为我不是做这一行的。但是真的他所有旗下的这些艺术家真的非常棒。我觉得台湾就很缺乏这些了不起的这种伯乐，可以看到台湾的好的艺术家，然后能够为他们出版那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这些他们还要再加强自己的信心，认为说，哎，这就是好的艺术家，了不起的艺术家，台湾也有很多啦，其实但是他们需要的是有这样子我们需要的是有这样了不起的，有见地的，然后有这种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的好的，然后来介绍。那我觉得像莉丝白这位艺术家，他其实我觉得他的那种态度非常的好。他在他的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执着于他自己的创作，他不在乎其他的那个，甚至得了奖让他更开放，他不需要去被那个奖所箍住，然后他可以从此自由了，他可以就可以更大胆的去创作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必须有的这种天分跟这种胆识那我想他非常的慢，非常的优雅，但是他很有见地，很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想这个也是很可以值得大家参考的。You would really like m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is, because here I come across quite courageous, but I only just recently said to somebody, and it's a little bit embarrassing what I say now, my life is overshadowed by awards. I'm really scared of it because
here I might seem like quite a normal person, but I always have to hold award speeches, and I hate having to do it. So I always, I'm sort of a little bit doubtful about awards. On the one side, of course, I'm very happy, but on the other side, I know I will have to get up on the stage and hold a speech. 刚才在汪小姐的形容当中，好像是说我是非常勇气的、很勇敢的一个艺术家哦。但是其实我最近才和别人聊到，其实每次得奖我都觉得非常的害怕。害怕的原因其实因为我现在坐在这边讲话，看起来好像侃侃而谈，但是每次上台领奖要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很害怕。那我想这很人性啊，对不对？It's very human.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about spotting talents? Because we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do that. Taiwan has also wonderful editors and publishers who spot talents. We are absolutely not the only one, and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one internationally is Mr. K.T. Howe from Green Press. He did a lot of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nd also supported artists who have never been published before, and he also published Taiwanese artists. So we should give credits to these people too. We are not the only ones, absolutely. Talking about, I want to just, no, actually I should not remark what you have just been saying about the awards. Isn't that funny? You don't want the awards because you have to hold a speech. 我想就伯乐就是能够发现艺术家的才华这件事情，来讲几句话。我认为在台湾有非常多杰出的编辑、杰出的出版商其实一直都不断的在发掘台湾境内的有优秀的艺术家，比如说像是郝瓦才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那长期以来，他有非常支持台湾境内的艺术家的发展，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我觉得这个部分台湾也是有的。那另外我想讲就是说，就对 Lisbeth 来说其实因为害怕发表得奖感言而不喜欢得奖，其实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我想这个理由，如果可以用这个是理由的话，其实也表示他是很有本事，就是不想要得奖，因为要上台领奖，要发表感言啊。那另外我们也请那个志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其实也是从身为妈妈之后，才开始注意这个插画、童书、绘本等等。其实我跟他有很类似的那个经验，因为我也其实以前我是做当代艺术，所以我觉得插画那是给小孩子看，我们是做当代艺术的。但是也是因为我自己怀孕了以后，然后生了小孩，然后开始看到其实不管是童话或者是绘本或者是礼品书等等，其实它是另一门完完全全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个艺术的领域它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才华、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些作品那我想这部分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如果大家熟悉 PPaper 杂志的话，我们里面推荐了很多的艺术家或是艺术的作品，因为跟设计界比较相关，真的都是比较当代的东西。可是我个人自己一直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手绘的这种很细腻的插画，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我自己个人，尤其今天在跟Lisbeth 大概见面聊过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大家一定要支持像这样子的展览，而且当你去看每一幅画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台湾的观众可以试着转换一种节奏，就是当你在欣赏这样子的图画的时候，不管它的尺寸，不管它讲的故事内容是什么，你要尽量花长一点的时间去跟每一幅你看到的作品相处。因为节奏这件事情，我觉得太久了，在台湾以来，它实在是非常的快速。我们从
出生到受教育到找工作，不管你从事的领域是什么，就是特别是在设计艺术这方面，大家都一直是被时间推着走，好像你要一直不断的完成非常多的工作或是作品，可是却没有很精致的放慢的节奏去做你手上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从欣赏画开始，到你每天的生活方式。我前一阵也是跟人家聊过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都要喝水，为什么你不去挑一个非常漂亮的杯子来装你要喝的水？如果你每天都要开灯，那为什么你家里最常被打开的那盏灯，不是一个你最喜欢、最好看的一个灯？如果你每天都要讲话，为什么一定要讲得那么的不好听，那样的语气？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再多注意一点你自己表达的方式？就是你作画、表达、写字东西这些事情都是表达的一部分，都是你生活每天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去调整那个节奏，或是它的精细的程度、细致的程度，去让这些东西都变得更有价值？我觉得台湾人是很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的实践可是事实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当我们在太讲究速成的时候，对自己从外表、内在我觉得那个节奏都可以，我们试着想一想，做一个调整。像今天 Lisbeth 她的画面有很多，她的节奏也比我们所知道的一般演讲者是比较慢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然后当你再去看她的作品的时候，多看几次，花的时间久一点，去想象那些故事里的内容。我觉得插画家是这样子，他要画一个有可能不是他自己创作的故事，可是同时又要有他自己的风格在里面。很多不同的说故事的人，透过同一个插画家去表达这些东西，让我们去理解这里面的mixture， 就是这样子的故事跟画之间的结合带出来的另外一个世界。那观众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跟这些作品中间的体验是最宝贵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体验的时间，或者是这个深度，或是中间的互动，把它经营得更好一点，那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天生就能够创作的插画家，或是我们现在并不是艺术家，但是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跟这些作品沟通互动的时间都是非常值得感动而且有价值的。我想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幅画，为什么要去参加作品，或是今天为什么来参加一个展览、看一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这个今天谢谢玉玲，真的是办这么好的展览。其实我今天很开心，就是能够请到他们三位，然后跟大家面对面来分享。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要跟大家讲说，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一场的这个观众好多，比前一场还要多。前一场是王建勋院长的那个演讲那我们是他们的好几倍的人。那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对文化艺术是有它的一个欣赏的人口那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呢是充满了希望，因为它是人文的，而不是一些在消耗大家的智力的这种政治的议题。那今天大家很开心来这边，然后来认识李思白，来跟 Michael 跟志怡这边，大家面对面的先聊一些天，然后我想各位也有一些获得那从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的分享，他们还有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们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开放时间给大家来问问题那我们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好，那边有一位小姐要问问题。对不起，那可不可以等一下？他还有要补充的。I just want to say that I too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discussion. You probably gav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peeches. Fantastic. Thank you. I totally agree. Thank you very much. 你要翻译一下吗？他们称赞我，我很高兴。对，还感谢他来，然后那个分享。好，那
那我们客套完毕啦，我们可以直接开始我们的提问好吗？一位小姐。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看到那个小美人鱼的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他的美人鱼在他就是主角在中间，但是他其他的伙伴们其实不是在玩乐，就是可能有在工作。那就是在做一个诠释的时候，不知道莉丝白他会如何去诠释他想要画的重点，他是用什么角度，或者是会参考什么资料？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奇幻的作品，但是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诠释它，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会知道说莉丝白其实它会有很多作品上的留白，那要诠释的时候如何去做取舍，那个画面的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它是如何去做抉择的？Well, the second question is probably easier for me to answer. I think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ersonality. I'm scared of clutter. I feel a little bit claustrophobic if there's too many things in the flat. My flat looks a little bit like my pictures, not as empty. Bu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that do pictures that are really cluttered and their flat looks cluttered and their homes look cluttered. It's just a matter of personality, really. And it's hard to say where I place. I want to say the first thing. I don't know. Okay. Where I place a character or a figure. I suppose most of it comes out of the text. If you read the text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and try and put yourself into the figures, then you get some sort of feeling this person should be here, this person should be here. It depends on the text.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我觉得留白的部分它和艺术家的个性要息息相关，因为我就是非常害怕拥挤，非常害怕杂乱，所以像是我自己的公寓也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简洁。那其他的艺术家呢，他的风格可能看起来会比较丰富一点，东西会比较挤一点。那通常这会反映在他们的公寓他们的装潢上面，还有自己的穿着上面，其实都反映了出来。所以留白这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个性使然。那关于重点角色如何安排、构图如何安排，其实我觉得要从文本里面去找到答案。如果真的很专心的在阅读一篇童话，去看那个文本的话，然后把自己当成故事里面的角色的话，其实要怎么画那种感觉，自然就会复制心灵。好，这边前面。我是很好奇莉丝白，她今天这么就是说这么成功的插画家，她得到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成就她现在的她？还有就是说她在作画的时候，那些灵感创意是怎么样产生的？谢谢。我想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Probably it's the texts that I choose. If you read a story as if it's really fresh, as if you have never read it before, you will nearly, I don't illustrate more than that's in the text. And apart from that, my inspiration comes from all the arts that I like. I look at everything, I just absorb it and hope something will come out of it. 我的答案一样是从文本当中去获得灵感。如果我在每一次读一篇故事的时候，都能够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那其实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不过我个人在创作的时候，也不会去超出那个文本的范畴，就是创作的部分。那灵感的话，我是从我看过的艺术品当中去吸收不同的灵感。只要我看过了，我喜欢的，都是我的灵感来源。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他所有的作品其实基本上都是原有的故事，不是那种
所以大部分都是原有的，比如说那些童话，很有名特别是著名的童话。所以他刚才讲说，他那个故事你必须要用重新，因为我们在看美人鱼，可能那个故事谁都知道，或者是什么小红帽谁都知道，可是他会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再去仔细的阅读那个故事。那所以他刚刚有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其实不会超过那个故事原本的文本，然后只是说他用一个新的角度去阅读它。所以他刚刚讲说那个小美人鱼也是一样，要多看几次之后，可能要回归到他的文本里面的那个，然后他的人物怎么去配置，怎么去放，怎么去，其实还是回归到文本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其实很多的艺术家会认为，或者插画家认为是一个创作，所以他可以全新画一个完全以他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可能会跳脱了文本，但是他还是会遵守文本，在仔细当中去把最细腻的部分，可能用他的角度再去抽离出来。那我想这个是他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好，那来第三位，这边，等一下那边第四位。嗨，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童话哈，我就想顺便再问一个跟童话有关的问题，就是丽丝在那个很早期的时候，她画过那个糖果屋 Hansel and Gretel 那个故事哈。那我们也知道非常非常多人已经画过这个故事了，即使是在这么早期的时候，但他画的那一个糖果屋本身那个屋子的造型，算是我看过使用最少颜色的糖果屋。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是真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比如说《纽约时报》是用那个说ghostly 还是 ghost-like 去形容，他就说有一个鬼魅般的气氛这样子。那我想问的是，荔枝他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担心说这是童书，小孩子没办法欣赏这样子的东西吗？这样。I did Hansel and Gretel, I didn't worry about anything. I didn't really think of my audience at all. It didn't worry me whether the children would be scared of a witch. Now I do worry. I have in the meantime met a couple of people who have said, this scene, that was traumatic for me.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 because I have been traumatized myself when I was a child by some giant who had ripped his own leg off, and you'd see all the flesh in the boot, and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to come back to Hansel and Gretel, sorry, I just had in those days, as I said earlier, you can't get out of your skin.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have to do in those days. I didn't want to do more colorful things. It didn't occur to me that it was a ghost house. It seemed to me that it was a house made from this type of cake that was described in the story. Gingerbread. 当我当初在画糖果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比较没有就考虑到说小朋友如果看到比较可怕的风格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害怕。当然我现在会比较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后来就听过蛮多人都跟我说，他看到了那些可怕的画面，就导致心里有种阴影哦。那我个人也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巨人把自己的腿扯下来，然后血肉模糊一片，然后让我也是觉得到现在心里都还有创伤。所以当然现在我会比较在意。不过当年因为我就是在专注的创作，所以在画糖果屋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凭我的感觉去创作。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要用鲜艳的颜色，所以我也就没有用鲜艳的颜色。那我没有特别去考虑说可能会太可怕。小
have known these famous stories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and for some reason I still am lucky enough to occasionally have the same feeling while drawing as when I was a child. So I still like these drawings, and I like to draw from them. But of course, what makes a famous story famous is often, I think most of the time, the quality. They're really good stories. So I just love illustrating a good story. And as you say, it is a challenge, and it's part of the game, you know. I really enjoy having the challenge of illustrating a story that has been illustrated 100 times and still find my own way. 我主要会画那些特别有名的故事，是因为那些故事我从小就会看，从小就耳熟能详。所以当我现在再回头重新去画这些故事的插图的时候，会让我有种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觉，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再来是我觉得这些故事之所以这么有名，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是好的故事，它的内容是好的。那我当然能够为这么好的故事来作画，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当然像刚刚观众所说，的确是一种挑战。但是挑战本来就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那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就是说能不能够在这样子被人家画过好多次的故事当中，再找出一些新的东西。好，那前面这位。那因为我本身是研究动物的，所以我每次在看插图的时候，我都会去数一下那个动物，看一下动物的特征，然后数一下它的指头。那我想知道，类似在画图的时候，会特地去素描一下动物，或者是参考图鉴。I wish I was. I could tell you now that I practice on going to the zoo. Of course, as a student, I did go to the zoo. No, I collect pictures. Because of course, even a horse, a pig, does not live in the city, and I can hardly ever find a horse or a pig. And other stranger creatur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I can hardly sketch them from life. But I've got a great, over the years, huge collection of pictures that interest me in animals, and of course I have to now try to defend myself, and I definitely don't copy them from these pictures. I faithfully swear I don't. I put a little bit of soul into them as well. 我也非常希望我在画动物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去动物园的话，当然是很好的。不过我个人其实创作方式是我有一系列的图片关于动物的图片，我把它搜集起来。那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你要画马，城市里面马其实少见嘛，那更别说其他的一些比较奇形怪状的，或是比较特色的、比较特别的那些动物就更少见了。那好几年下来其实我也搜集了很多不同动物的图片。那我创作的时候都会参考这些图片，但是我在这边郑重的发誓，我一定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诠释那些图片，而不是照抄而已。好，后面那位。丽丝白，我想要问你，就是关于一些画画的事情，因为看到你出的那个画册里面有你的手稿，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你会画很精细的草稿。想要问你说，就是你是怎么练习画这些草稿，因为线画看起来是你的基础。然后在上色的时候，就是你早期的作品是没有用很
questions. What was the first question? 第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你是怎么完成一个作品的？Yeah. I remember the writing all the notes on the pieces of paper, or how I, yes, due to Michael disciplines me, and probably all publishers do it. You have to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text, and then a picture, a certain amount of text, and a picture, sort of regularly, no, not regularly, spread out equally through the book. Can I just interfere here? When she did the first book, she had this long text, and there was, I think, 3 illustrations for almost one paragraph. I'm exaggerating. And then there were 8 pages full. There was no illustration. Now you know this is hard for an editor or publisher to actually put a book together when it's so irregularly spread. So it's hard because the illustrator, of course, has the fantasy, and in one paragraph they may see 5 pictures, and then maybe the rest of the book she doesn't see, or she doesn't see very much in it. So this is what my notes mean, how I space the pictures throughout the book.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的 Michael 我的出版商其实大部分出版商应该都会这样规定，就是说我的那个文字跟我的插图中间一定要平均的分配。像 Michael 刚刚就说，我第一次在作画的时候，那时候一小段的文字我就画了3张插图，但是另外有一段很长，大概长达8页的这个故事就一张图都没有画。那当然，这样子要出版起来，对于出版商来说，就是一个困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内容。不过 Michael 他也认为说，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你特别觉得想象力可以发挥，那你当然就会一直的去画。那也许其他地方觉得没有那么好发挥，或者是没有那么有灵感，就不会这样子做。那所以我在画作的时候，一定会记得文字跟图片要平均的分配。I'm supposed to give advice to you about how not to be scared of color. 第二个是关于要如何大胆运用色彩的问题。Yeah, but the trouble is I'm still really scared of color. It's always I don't want to go to my desk. Always have to overcome the fear. Every time I have the feeling I have never painted before. So I can't really give you the advice. It's therapy, maybe. 这个问题我比较难回答，因为我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对于颜色还是有这样子的恐惧。那每一次我要去作画的时候，我好像都要再一次的来征服这个恐惧，鼓起全身的力量，才能够去把那个颜色把它画出来。让每一次画作都觉得好像是第一次画画一样，我觉得有点戒慎恐惧这样子。所以关于这个，可能我比较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建议。What was the third question? 我想问就是那你是怎么就是练习画出那些线条的草稿？因为我觉得我在线条的掌握上面一直都没有办法很利落，然后很有线条的感觉。想问Lisbeth这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练习上的建议？ Yes, I think practice. That's what it is. Practice. I think 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to anybody is draw from nature. And if you do that for long enough, it happens automatically. You get a lot better. 可以从自然下手，这个是我的建议。那再来练习，不断的练习，那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定会越来越进步。Or make a self-portrait or a little still life, put a couple
上，也许是写生，都可以进入化。我想因为他的作品非常令人的感动，所以大家会很好奇他是怎么画出来的哈。那我们现在还有两位可以问问题，这边有一位是不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创作是比较艰辛的历程，那请问你有没有在这创作的期间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怎么克服？I have nothing but difficulties, of course. As I was just saying, I'm really scared of painting. I'm scared of the white paper. I constantly have to overcome it, and in that sense, and also, of course, I'm very impatient, and I find it very hard to stick through a book, you know, make maybe 12 illustrations for a book. That's constant difficulties. But could you compare this with a famous actor going on stage, knowing he's famous and yet he's nervous and scared of performing? Isn't that the comparison acceptable? 在创作方面遇到困难当然是有的。像我刚才说，在颜色的部分，我就心里是比较怕的。有时候看到一张纸都是空白的，心里也会害怕。那这个当然是要去克服的。那另外一个我常遇到的难题是我个人比较没有耐心一点点，有时候要用这么多张的图片去把一个故事讲出来，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耐烦。那这个也是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难题之一。那刚刚 Michael 也补充，其实就好像是一名演员一样，他虽然会怯场，虽然会紧张，但是他上台还是一样要去克服那种感觉，就是要把自己放上台去演戏。我想其实了不起的作品，它都是这样。刚刚这位先生，喂，你好啊，今天这个台北国际书展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国际大师的，我是那个台北市的市民，但是我不住在台北市，因为说台湾交通很不方便啊，一个钟走的话，东西南北都会跑。那我看这个大师这个颜色，因为说我不是读艺术，但是生活及书艺术，但是我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因为说人类演化的关系，对颜色的认知好像只有7色。那我今天看到这个博利斯的奇幻旅程啊，想说你在我们人类只能知道这种7种颜色，你会再创造其他的颜色，还有你的那个笔画那个波节很重要，所以说很高兴能够请到这个大师给我们提出我们这个小小的质问啊，谢谢你啊。Yeah, but very extremely interesting. Yes. Does it happen to you that with age, with you progress, 7 colors? Interesting. Bigger particular, another color. Very interesting. 那下一位。好，我是大学生1年级，然后我想，因为 Michael 刚刚有提到就是电影明星，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人问是说过 Michael 很像劳勃迪尼洛？美国好莱坞。We have stars here. 有明星在。I'm sorry this wonderful afternoon ends up like this. Anyway, may I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and it was really wonderful to be here, and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her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me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好吗？好，那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21年后再度来到台湾啊，然后给我们这次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